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是你遇过，你会一直持续他吗？对，然后但不是他想要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说，大方向要先明确的设定好。举例，我儿子他就是想要打篮球，他想要成为篮球员，是他想要在这方面可以表现得很好。OK，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目标嘛。对。那当然这个目标分支下来，可能会有你要会投篮，你要会运球，你要会传球，要会什么？那当然他们一定会有他们比较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只想要投篮，或者是我就想要切入好了。对。可是相对的，你传球给别人助攻也很重要啊，你防守也很重要啊，你抓篮板也很重要啊。那你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呢？我可能就会用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给他有一点那叫什么成就感。所以我可能就跟他讲说，那你知道，就举例好抓篮板好，我就跟他讲，你知道 NBA 有一个什么都不会做，只会抓篮板的一个人叫谁吗？我说谁？我说 Rodman。那你知道他很酷啊什么？那你就可能去找一些他的资料什么给他看，然后原来是这样子。对。那比如说希望他可以多传球，那你可能就去找一个 Nash 的影片啊，找一个很会助攻的人的影片啊，说你看他传球超帅的，什么这样的。说哇，原来也可以这样，就给他们一个诱因，他去引导说原来这也可以，那他就也会去慢慢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场上做出来，我就会适当的鼓励嘛，就说举例，因为我儿子平常不抓篮板，他比较瘦比较小嘛，但他今天很积极冲进去，真的抓到1、2颗，可是大概5、6颗都是被撞倒啊什么，但至少我看他的积极度，我会说，其实你今天这样做很棒。对。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即便你今天没抓到，他可能会跟你说，但我今天只有这样才抓到1个、2个，但我会用另外的方式跟他说，那你知道你只要冲进去，你也在帮你的球队吗？是。他会说为什么？那我就解释说，那我问你你跑进去需不需要另外一个人也来卡位卡你或者什么？对。他说要，我说对啊，那你就帮忙吸引了一个人啊。可是如果你今天站在那边都不动的时候，别人是不是有人数的优势？对。他说原来是这样，就是我会跟他讲原因，然后让他去做。那你说这是叫 push 吗？我觉得反而有点像是钓鱼嘛，我就饵丢在那边，上钩了，那慢慢的做，他就会从当中得到成就感，他也就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东西也一样，就比如说写考卷，像这周我们算是小学期末考周嘛，是就很有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可能帮他准备复习卷啊什么的，他们觉得好烦哦，假日为什么要写个复习卷什么？我说我当然可以，你当然可以不要写，我也没有意见，可是我们写这个东西只是让你帮助你加深印象，对，那你们自己也希望可以。考到好成绩，你们也希望什么？那你希望爸爸妈妈帮你复习，我们很愿意，而且我们我们复习很简单，可能就是1科1章什么。对，那你写完改完就没事了嘛。对，那我当然会说，他改完哇，我会教他怎么去看重点，看完之后再让他写。他写完之后，这样复习卷可能成绩很好，100分。可能写3张2张100分这样的，是他们成就感就来了。他说原来这样子做是有用的，对，是对我会有效率的，会好的。那我就知道，那我考试前我要先去看重点。对，因为像我们现在自修很方便嘛，自修其实重点都已经帮你用好，那我们再稍微帮他看一下、画一下，说哪几个你要背啊，干嘛的，他们自然而然可以拿到还不错的分数。对，那给他们有这个诱因，然后复习又写得很好，我觉得自然他们对这件事情他们就不会那么排斥。早上起来只要考卷丢在桌上，我们就继续睡觉，他们现在就开始写考卷。对啊，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帮他，但我觉得有时候用的方式好像又不要太，虽然说我们都很希望，但我又不能表现的说我一定要你怎样，但我就是用很像钩子那种钓你上钩那种感觉，对啊。原则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解读啊，叫启发。对啊，很多时候回到其实我们小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运动 DNA 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小时候有一种状况，有没有？有相信有相似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不想要，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对啊，对啊，好了，当然我们大人常开玩笑，有些朋友真的是。我们常会开玩笑，贫穷限制我们想象嘛。原来他们家可以这样，原来他还可以这样做。那套用在运动场上，其实也是啊。很多时候不是他想要，那尤其像以正如而言，你自己是职业运动员嘛，对，所以你会知道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基本，然后用启发的方式，然后包含
你刚刚讲到的篮板嘛，像我儿子最近问我一个，什么叫正负值？我说，哎呦，他现在已经到这种境界来了。然后我就稍微跟他讲，我说，正负值就是，你上场的时候，你的球队得20分，然后别人球队得15分，你就是正5。如果你在场上的时候，你的球队得15分，然后对方得20分，你就是负5。对啊，当然这会有些 bug。对，因为他既然问，我也想要跟他了解，因为不要是专注只在正负值。我说这会有 bug， 举例比如说你跟 LeBron 在一起，你的正负值一定高的。对，因为基本上他上去，然后或者是说垃圾时间，没错，那个就不带有参考意义嘛。那他就会你知道顿时间其实这原本不是他想要，可是他只是好奇来问。对啊，那我觉得回到学生运动员，另外一个像刚刚正如有提到就是课业嘛，那其实我跟你也有这一部分也是蛮雷同，就是反正你今天就一张嘛，这就跟运球一样啊，没多少时间，你一张你也知道错在哪里，然后错了你也想要考好，对吧？对，我相信牵扯到他或许不是他想要，可是学生运动员一定得面临的他就是课业，那很多时候当然有些聪明的小孩会说，未来都是 AI 的世代，我现在学这个背这个干嘛？然后我觉得像自从108课纲出来之后，很多是在考理解力。对，很多时候我就说这个根本就是那个题目都很长，有时候其实是连我们自己都要看一下的。他在问什么？对，以前我们就其实他就是很快乘 A 乘 B， 然后乘 C 乘上题，然后怎么样？对，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启发小朋友，那很多时候其实他不知道，未必他想要，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今天的分享，或是你的稍微的引导，或是推一下？变成他想要的，没错，我觉得这可以值得家长们去思考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也有讨论到，是说就是之前很多的来宾也有分享，就是今天不要 push 你的孩子是完成你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对，那好了，这好像又回到刚刚的恐龙家长2这样子，就是你到底投入了资源还是自己的梦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我看啦，当然，因为我是运动员，我知道成为运动员的辛苦跟难处，跟所要面对的压力，所以当然，这题在我这边来讲的话，我可能就是我是可以很放松的去面对说，我小朋友希望怎么样，但我会跟他讲说，运动员很辛苦或什么，你必须要坚持住啊，那要干嘛？当然，我就是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我支持你，那你想要怎么做，爸爸尽量的去帮助你，可是我不会用。比如说我的资源或什么，我能给的我给，但是我不会特别的想要帮你变成怎么样。当然，就像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不管是不是运动员，就爸爸妈妈、父母一定都会希望自己的儿女会，刚刚讲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一定会对他有所期待。所以说，或许确实有些爸爸妈妈以前。我真的也想成为运动员，我不管是我想要成为田径好手，我想要成为棒球好手，我想要成为篮球好手，我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发觉，现在其实，在运动员这条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也希望收入也不错，对，也希望小朋友可以走向这条路，完成他的梦想。对，那我其实我认真觉得没有错，真的没有错，但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就像我讲，如果你今天想要你的小孩子成为你想要的那一个样子，那你是应该用强力的去 push 他变成那个样子呢，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没关系，我们帮他想办法，我们用钩子慢慢勾，让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是很开心、很快乐，而且一直都保有热忱，去完成爸爸妈妈想要的梦想，而且甚至这个梦想最后也变成是他自己的梦想。对，因为让孩子变成他自己的样子。对，因为我讲，其实应该是说不管任何的工作，对于自己的那一个热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你已经没有热忱，你没有那一个态度的时候，对，你做什么事情总是会觉得我只是被逼着一定要这样子。对。可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都还保有很有热忱的时候，我觉得。你甚至不用别人去 push， 你自己会 push 自己。
所以就像我讲，如果今天你希望你的小孩成为运动员，你想要你的小孩成为你想要那个样子，对，或许我们不用一直去说啊，你一定要变成医生，所以你要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你一定要变成律师，所以你要看什么什么，你要什么出国留学，所以你英文一定要很好啊，干嘛干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用别种方式，我们用引导的方式，或者是你去想象说，哎，他从当中，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太多可以借鉴的，就像我曾经提过嘛，我儿子说他想要，我们希望他英文学好，结果他跟我讲他想要当赛车手，对，那我就跟他讲说，哦，那你知道赛车手要一直出国比赛，对，那你要怎么跟别人沟通？我讲中文就好，我可以翻译。我说，那我问你，那如果顶尖的你是马上就要沟通，你怎么样？我说大家会讲都是英文，那你是不是这个要学好？是，就是从生活当中很多的例子跟很多的东西，把它变成诱因，然后带到你希望的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然后慢慢的去勾他，然后最后我们帮他把我们的梦想也变成是他自己的梦想，我觉得那相对就会非常的简单容易。对，我觉得也是跟协助小朋友就一起啦，所谓的陪伴就是包含讨论啊，然后一起。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像为你好跟他想要，一个我觉得就是他想要就是一个目标嘛，对，或许可以更具体的，好比说像以我儿子为例，他现在接下来国中了嘛，那国中跟国小打球的方式、练球的方式、强度啊什么，光一个我讲就不一样，就是国小没有3分线，国中有3分线，对，所以以前你可能他在3分线，你可以不用太守他，对，虽然也要人盯人，可能还是可以留个距离，对，现在不一样，现在国中你还是要贴上去，不然你被他丢3分，虽然命中率。对啊，可能没你高啦，对，但是还是有对被丢进的时候，你知道那个3分很伤嘛，对，那我觉得确认目标，也是提供给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先去参考，那甚至于底线是什么，好比说今天他很爱打球，可是他明明就受伤了，脚扭到还没好，那你的底线是什么？要讲好。就是伤还没好，不好意思，你的底线就是彩星，你不能说啊我都是为你好啊，不然你以后不能打球，没有，这时候就是底线，确实，对啊，但这也不是恐龙家长，因为这个其实他如果没办法继续完成他想要或他喜欢的运动，其实对家长来说，其实你知道每天一直吵也是很麻烦的，对，我觉得所以就是理清目标，然后跟告诉他底线，或许这也是提供我觉得我们就是运动 DNA 的朋友、家长朋友们参考的。对啊，那转到另外一个，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像铁人教育最后的 ending 有那个霸凌嘛，对，那我不晓得，因为其实这个最近的新闻也是很多啦，对啊，超多的。那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讲，就是一味的设定什么设定什么法条，你就可以禁止。那回到头，很多时候其实像。以铁人教育一开始的第1集就是那个跳楼的学生，就是因为被霸凌，对，然后因为是对方是可能有势力的，对，然后他真的受不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反抗，对，或者是也回家也不敢跟家长讲，对啊，那我不晓得，像有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啦，就是如果好了这一题会比较尖锐。有些时候，其实小朋友不是不讲，而是他怕讲了之后可能不能上场，或者没球打。我不晓得，我知道郑龙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可是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可以怎么建议？就是可以怎么处理？我自己觉得，到头来不敢讲跟讲出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是2回事哦，就是。应该是我们要设法的让他可以愿意跟我们讲说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好是坏，他都要很愿意的去跟家里讲，因为好的他是愿意跟我们分享，坏的有可能是他需要来求助我们帮忙，因为他自己处理不了嘛，对，他愿意来寻求父母的协助、长辈的协助、老师的协助、教练的协助。我觉得是要让他知道说。你讲出来，我们绝对有办法可以帮你解决，或者是去处理，所以他才会愿意讲出来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说啊没关系啊，你要再忍耐一下就好啊，学校就是这样，球队就是这样啊，团体生活就是这样子啊，你要什么服从啊什么？我觉得当然某些程度的一些纪律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学长学弟制的关系什么，我觉得某些程度确实在团体生活里面，它是必须要存在的。是，确实它是必须要存在的。但你越过那个界限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需要再去被讨论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说很多东西，当然就回到头来讲，就像一开始讲的，小朋友你要培养他很愿意去跟你聊心事。甚至对，无论好坏，那甚至是就像我讲，可能比较木讷的小朋友，你也要长时间去关注，然后从当中去抽丝剥茧，说，确实，不管是看他表情，或者是他回来的反应，对，你要大概了解说学校发生了什么状况，球队发生什么状况，团体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状况，对啊，那到头说刚刚讲的，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比赛，或者是我被排挤，或者是我在团体当中，因为我讲出来之后。就好像都是我的不对，是。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一个观念是说，如果今天你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难道说今天整支球队或者整个团体里面都在，举例啦，最近不是什么毒驾啊什么，或者是一些有的比较不好的行为，如果一个团体里面有2、3个都这样做，可是你还是放任他不讲，你觉得这是对的吗？这才是不对的地方吧？对啊，那我们是不是说？就像我刚刚提到，还有一个就是换位思考嘛。如果你今天希望你的队友，或者是你希望你的学长或者是学弟，他都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走，我们一起在这个团队，然后把团队变得很好，那你就更应该要去想说，爸爸，我觉得可能他做的哪些事情，我觉得好像不对。那当然他分享出来，对或不对，或许在他们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逻辑跟想法，那我们大人可以去帮他做一些评断嘛。是。那如果我们觉得其实还好，我们就跟他讲没有，我觉得他其实这样做也只是怎么样。但当然过界的时候，我们说对他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应该。那第一个，你不可以跟他犯一样的错误。那再来，可能我们私底下就可能要去介入，就是说可能不管是跟师长、老师、教练。甚至对方的家长去做一些沟通，对啊，说是不是有发生什么状况？那我们大家互相的去帮忙改进，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就是像正如提到的啦，常常跟小朋友，我觉得互动沟通，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些端倪啦。那甚至于因为讲到霸凌，就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接触，对。他可能无缘无故脚会有一个凹成一块，对不对？或者是脸突然怎么或者擦伤或等等的，我觉得平常的关注是需要啦。当然。那另外一块，我觉得也是提醒，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或许在有的时候，你要小朋友其实只是抱怨嘛，对。然后你要分得清楚是抱怨还是求救，对，还是说真的有。那因为像正如有提到，就是对了，我们的长辈，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说老师讲起来然后，对，你就是听老师的，对。那慢慢的，其实以我个人而言慢慢的，尤其升到国中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儿子去分享，我觉得你在当下你受到的训练累积了也一段时间了，你应该可以判断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没错，对，很多时候其实就我常讲的，就是常跟他讲，我说教练画那个战术没有错，可是对方防守不一定照着你的战术守啊。对，很多时候他刚好守的就是你那战术专门来克你的，你硬要做的话，一定就是失败。可是那是不是你也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或者什么的？对啊，那我觉得回到刚刚提到的霸凌这事件，其实可以开很多集，然后甚至于我觉得，当然像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就是有恐龙家长。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再找这个基层，我也吓到，我要找恐龙家长来分享，就是找真的有在基层我们的朋友，对，这个身为教练，那遇到这些家长他是怎么样，不要说面对啦，就是怎么样互动，然后因为其实毕竟运动在德智体群美嘛。体育它也是教育的一环，对。那我们如何让孩子因为毕竟像我们讲的铁三角嘛，就是学生、家长还有教练、老师，其实这3个如果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其实这小朋友要差到哪边去，应该很难啊。对啊。那讲到这个我觉得也想问一下正如，就是小朋友常常会说，就是有一些的球队都有自己的文化，对。撇开好或坏，可是像大家就是很多学生运动员都会说，大家都这样，我们球队都这样，
我不知道你儿子有没有说过这种话，然后对这种，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反而不是我去处理，我觉得很好很可爱的一点是有一次回南部，然后我们家哥哥就可能就讲什么什么真的，然后他就跟他阿嬷想说，可是大家都这样子啊，那我也想要这样，然后我妈妈就回他了一句话说，干嘛跟大家一样？不一样比较特别，比较厉害啊！哇塞，阿嬷好有智慧哦。然后从那天起，我儿子突然就是觉得说，对，好像不用什么都跟大家一样。但这又来了，有时候他太标新立异的时候，我说，没有，其实大家该怎么样，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也不要该上课就要上课，你也不是不要把自己变得一个太特别。那当然就像刚刚讲嘛，大家都这样举例了。前一阵子小朋友。不能讲前一阵，这一阵子不是大家小朋友很喜欢烫头发嘛？对，大家都这样。对。然后只有每天都说，爸爸我要烫，我要烫。然后我说干嘛？你会怎么样？他就说因为大家都这样子，我也想要啊。然后我就说啊，我说啊没有啊，我觉得你这样很好看啊，为什么要跟大家一样什么？他很好笑，他会说，可是那个谁谁谁，就是他烫头发之后，他球打得很好啊什么？然后我就说啊，我说你的逻辑好像有点错误，他是。先球打得很好，然后附加烫头，不是你烫了头发之后瞬间变 Michael Jordan 这样。会错意。当然，我就有跟他讲说，其实也不一定要跟大家都一样。那你其实你怎么样都很好。说爸爸以前也是整个小平头，我说要不然你要不一样，我们全部剃个小平头要不要？超不一样。然后他就说我不要，我什么。然后当然我觉得玩笑话，但后面还是让他去跟同学就是一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想的是说。他们可以有一样的话题，就帮他们有一个一样的话题或一样的造型，他们可以有互相的去沟通了解，我觉得也不就像好比说小朋友很喜欢宝可梦嘛什么，对，那如果大家都有，结果你儿子突然没有，这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讲说什么大家都就是大家都这样，我不能这样，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他可能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跟他们在玩乐的时候，就没有一个话题，没有办法去介入。对，那我就可以说好啊，那当然我可以跟你。可是或许他就会说，那他别人都很多什么？我说你也可以有很多，可是相对的，我可以给你基本，但你要再更多。这有时候东西就是你要自己来争取了。那怎么争取？就像我那钩子又来了。对啊，就是这样子。那慢慢的，他们又有一个目标，他们就会往前去迈进嘛。对啊，所以他们通常都讲，大家都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说，好啊，你想要也可以啊，大家都有，比如说 Kobe 的鞋子，没有问题啊，我可以给你啊。那你如果还想要的时候，那就是变成你要拿出为什么你可以有资格，或者你可以有这个本事得到这一双鞋子，对啊。而且要讲，我们常开玩笑，就是，你不要装备很好，就球技不好，反而被人家，对，好险，他们现在还不懂一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对，他到时候突然拿这句话回你的时候，你就尴尬了。对，球技不好没关系，装备要好。对啊，那其实今天聊了那么多啊，我觉得包含像刚刚提到的恐龙家长，我们未来。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找教练来聊，甚至于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找过真的运动心理的来宾来聊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从铁拳教育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没错，我们来想尽各种办法来找看教练啊，心理的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对，好，希望今天这一些的分享啊，能够提供我们运动 DNA 的家长朋友以及学生的运动员一些参考。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家长，而是一个敢陪他失败的大人。铁拳可以让孩子服从，但真正让孩子走得远的，永远是理解、陪伴与被看见。欢迎订阅运动 DNA， 无论你是用 App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平台，按下订阅，跟我们每周一起来学习运动教会我们的事。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搜寻运动 DNA， 留言告诉我们，你有比孩子更在意输赢的时候吗？运动 DNA， 我们下集见，拜拜。